我娘是江南第一女，她一双手能瘦腰缩脂、塑身固体，凡经她手，无一人不脱胎换骨。她的瘦腰之术冠绝江南，名震天下。宫里的容妃娘娘听闻，悬赏1000两黄金，召我娘入宫，只为把匀称的腰肢变成盈盈一握的细腰。云贵听话，在外面等着，等娘赚了黄金1000两回来，就给你买最华贵的锦裙、最精致的珠钗，让我们云贵成为这京城里最美的姑娘。太好了，娘，你要早点回来。春宫图，娘娘，这不是春宫图，这是塑形经络图啊！本宫想要盈盈一握的细腰，你竟敢拿这种阿杂东西亵渎本宫！什么江南第一医女，竟是诓骗人的！来人，把木驴拿来。他这么下贱，不如就给个机会，让他好好体会体会。娘娘饶命！这真的不是春宫图，民妇绝没有亵渎娘娘的意思，求娘娘开恩！你现在过去也是死路一条，不想留着这条命给你娘报仇吗？快走快走，晦气死了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能帮我报仇？想报仇，就要先改变自己，先叫声姐姐。姐姐，我要报仇。大殷皇帝嗜爱细腰，容妃因腰肢丰腴失宠，所以才招你娘入宫给她瘦腰，但你娘留下的秀塑身之法，对胖子能立刻见效，对体态正常的人却要良久见效，所以她入宫惹来了杀身之祸。这是南疆瘦腰秘术，能速成，只是过程要忍常人所不能忍。我能忍，我一定要入宫给娘复仇。只有细腰和惊鸿貌是不够的，想魅惑皇上，还要有一副肤如凝脂的媚骨。我配了药浴，每日瘦腰后，你需在药浴中泡足3个时辰，过程百虫啃咬，痛痒难忍。若能坚持49天，便可预计冰彻。姐姐，我现在美吗？像妖妃吗？宫里从不缺美人，报仇要动脑子。我知道，我用2年的时间学习宫斗之术，现在我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害人的法子。娘，时机成熟，我该入宫了。娘，很快害你的人就会下去赎罪。民女拜见贵妃娘娘。二位，若是谁能够让贵妃娘娘恢复细腰，谁便能当场拿走这1000两黄金。
贵妃娘娘，这是奴婢研制了1整年的收妖丸，3日内必见效，绝无虚言，求娘娘一试。取啊！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腰上也毫无反应。你这个贱婢，竟敢欺瞒本宫！拖出去，杖毙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这药只是初期没反应，贵妃娘娘，求贵妃娘娘再给我一个机会！贵妃娘娘饶命啊！我冤枉啊！娘娘饶命啊！一群废物！本宫找了3年的郎中医女，难道全天下连个受妖的法子都没有吗？娘娘息怒，此心气坏了身子。圣驾若来瞧见，又要忧心了。本宫身材变形后，皇帝便再也没来过荣安宫。这3年，都够皇帝换多少个狐妹子了？你不也是医女吗？还有什么法子？快呈上来！回贵妃娘娘，奴婢研制的冰心玉骨散，每日涂抹腰腹，辅以轻柔按摩，3月便能让娘娘腰肢线细如初，且温和滋养，不伤根本。3月，本宫等得起，圣心等得来吗？来人，把他……娘娘请看，奴婢便是日日涂抹此药，才有今日腰身。此药虽见效虚实，却能根本塑形。纵使娘娘再为皇上诞下几胎，都可在生产后恢复如初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抬起头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回娘娘，奴婢谢云归。倒是个好名字，罢了，本宫便信你这一次。刘月，收下玉骨散，好生安置谢医女，日后便留在宫中专侍本宫。是，谢娘娘恩典，奴婢定不负所望。容妃，当年我娘亲的1000两黄金没拿到，你的性命便是给我今年的生辰贺礼。你这个药还真有用，才几日功夫，便觉腰腹松快了不少，摸着也比往日紧致些。娘娘身底子本就极好，只是产后气血瘀滞，才致腰肢微风，全是娘娘福泽深厚。你倒是个嘴甜的，往后便日日近身伺候，不用与其他宫人一同当差了。谢容妃娘娘。刘月，传本宫的话，备一桌精致的宴席，去请皇上今晚来荣安宫用膳。奴婢遵旨，这就去安排。恭送容妃娘娘，我可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才走到今天的，凭什么这个贱人刚来就能得到容妃娘娘青睐？谢云归，你真是好手段，刚入宫几日便得了娘娘的近身伺候，真当荣安宫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。刘月姐姐，我正想着晚点去找你呢。找我？这荣安宫谁不知道？刘月姐姐在娘娘身边伺候多年，小心谨慎，尽心尽力。我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医女，哪来的胆子跟姐姐争宠？不过是想要讨口饭吃罢了。那是当然。你说你想找我是何事？我就是心疼姐姐。容妃娘娘总压着姐姐，以姐姐这般容貌与心思，早该被送上去伺候皇上，哪还用在这荣安宫日日谨小慎微？你说我真的能得皇上青睐吗？姐姐花容月貌，若能投其所好，自是水到渠成。好妹妹，你快说。素来听闻皇上有头风，我有一种按摩手法可缓解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，皇上圣安。爱妃近日竟瘦了这么多，这腰肢竟恢复到往日模样。
真是明艳动人。托皇上的福，臣妾近日寻得一个好法子，才慢慢瘦了下来，就盼着能讨皇上欢心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爱妃有心了，这般模样，朕看着就欢喜。臣妾今天特意亲手煲了汤，快来尝尝。好，朕好久都没喝爱妃煲的汤了。皇上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这是皇上的头风又犯了，快宣御医！不必了，御医那帮废物开了那么多药，没有一副能缓解。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皇上息怒。奴婢略通些柔按之法，能缓解头疼。不如让奴婢为皇上按按，兴许能好受些。你怎敢如此大胆？也罢，你来试试。不错，手法还算轻巧，倒是个有心的丫头。叫什么名字？回皇上，奴婢名叫刘月。赏。拿着吧，皇上赏赐的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爱妃今日的心意朕领了，只是头风犯了，没胃口，便先回养心殿了。皇上身子要紧，臣妾送送皇上。罢了罢了，你歇着吧。就要他来扶我。反了！一个卑贱的宫女，也敢在本宫的地盘抢风头！一群废物，都是吃干饭的，看着一个宫女爬到本宫头上来，一个个都眼瞎了不成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，连件事都办不明白。刘月那个贱婢，竟敢背着本宫勾引皇上，今日不除了他，本宫枉为贵妃。娘娘息怒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只是见皇上头风犯了心急，才斗胆上前伺候，绝无半分勾引皇上之意啊！知错？你错在哪儿了？错在穿的花枝招展，在本宫的膳堂抢风头；错在拿着本宫的恩宠去攀附皇上。娘娘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求娘娘看在奴婢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饶过奴婢这一次吧。伺候多年？本宫看你是狼子野心多年。来人，这贱婢胆大包天，能在荣安宫打碎了本宫的青釉缠枝莲屏。不要！拖出去，杖毙！容妃，你别得意，你不过是个腰粗脸老的弃妇。皇上今日夸了我，迟早会厌了你这副模样。你年老色衰，心肠歹毒，迟早会被皇上打入冷宫，不得好死！堵上他的嘴，给本宫往死里打！这点痛，比起当年我娘临死前受的耻辱，还差远了。
刘月那贱婢也不撒泡尿照照。皇上当年独宠本宫，凭的岂是他那点狐媚手段？留他在身边伺候，他倒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都起来吧，今日这事也算给你们提个醒，在这荣安宫守着本宫的规矩，才有活路。谁若敢学刘月那般痴心妄想，这就是下场。是。娘娘息怒，莫要为了一个卑贱宫女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还是你懂事，别学那些歪门邪道，好好伺候，依然有你好日子过。刘月不过是开胃小菜，容妃，你的好日子才刚要结束，娘亲的仇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臣妾定当尽心伺候娘娘，绝无二心。云归，后日便是元宵灯会，本宫已向皇上请了旨，要在灯会上跳鱼灯舞助兴。你这冰心玉骨伞见效虽稳，却还是慢了些。可有法子能让本宫在灯会前再瘦上几分，腰肢更柔些？回娘娘，冰心玉骨伞是固本之法，求的是长久塑形。若要3日之内再添成效，奴婢倒真有一味极效的丹药，只是什么？娘娘息怒，这丹药名唤仙妖凝露丸，3日便能让腰肢细上一圈，跳鱼灯舞时身姿定然轻盈如燕。只是这药性峻烈，会让人对药性上瘾，日日离不得，还会不过是些旁枝末节的隐患。便是真的上了瘾，那又如何？本宫是贵妃，这宫里的药材还能少了本宫的？臣妾遵旨，这就去为娘娘炼制。等本宫腰肢彻底恢复，重回当年盛宠模样，这荣安宫只会更风光。别说一个刘月，便是当今皇后，也得看本宫的脸色行事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别怪我。这院子血流成河，岂是一场雨就能洗刷干净的？看来姐姐在这院内多年，还是有几分薄面的。左右你是活不成了，他们没让你死得太痛苦。云归，是你害了我。姐姐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明明是你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你要害我？若是真宁愿安安分分做个宫女，指不定真能得个善终。你可还记得这只银簪？不过是只普通银簪，皇上赏我的金钗比这不知名贵了多少。也是，这样你怕是认不得。说是这样的。这是……你想起来了？求娘娘开恩啊！我答应了女儿，今天要回去给她过生辰的啊！我只是想给我心爱的女儿买一根簪子，女儿却对不起你，娘亲再也不能为你簪发了，再也不能见到你嫁人了。你是那个人的女儿。你终于想起来了。这么多年梦里都是我娘浑身浴血喊冤的场景，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还当是
什么？竟又是个自不量力的蝼蚁！凭借自己一番热血，就想要在这宫中颠覆权贵，这可是皇宫，是会吃人的。权贵也是人。3年前染红这银簪的是我娘的血，那3年后我就用你们的血，给我娘铺一条黄泉路。娘亲，别急，这只是第1个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臣妾等恭迎皇上元宵安康，愿皇上龙体康健，福寿绵长。今日元宵，无需多礼，诸位随意些便好。谢皇上恩典。怎么回事？自从用了这仙妖凝露丸，本宫怎会经常感到眩晕？想必是娘娘最近日以继夜的练武，劳累所致。皇上既说今日是家宴，那臣妾便斗胆献丑。臣妾近日新学了一曲鱼灯舞，想着元宵佳节，献于皇上，博皇上一笑。哦，爱妃竟还学了新舞，甚好，朕倒要看看。若是跳得好，朕重重有赏。谢皇上，臣妾这就去换舞衣。容妃，你的好戏该开场了。这容妃哪来的秘方？多日不见，这腰身竟然比生产前的还细致。臣妾只是听闻容妃近日寻了个医女，弄了些什么丹药。好，此舞只应天上有。爱妃这腰肢盈盈一握，胜却往昔1000倍。传朕旨意，赏容妃赤金步摇一对，东珠10颗，锦缎白体，妙极！今夜朕便翻爱妃的绿头牌，荣安宫侍寝。本宫的细腰终究是赢回了圣宠，往后这后宫，谁还敢与本宫争？怎么回事？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，臣妾并非有意失仪。放肆！宫宴上这么多人，你这等丑态，丢尽皇家颜面，成何体统？皇上息怒，今日宫宴无外臣在场，为防消息外传，先将在场嫔妃尽数遣散各宫，严加看管便是。皇后娘娘仁厚，只是这些宫女太监耳目繁杂，人多口杂，难保不会将今日之事传扬出去，坏了皇家体面。不如斩草除根。淑妃所言极是，就按此办。来写，即刻将各宫嫔妃遣散回府，在场所有1等以下的宫女、太监全部拖下去处置，敢有半句外传者，诛9族。奴才遵旨。皇家威严竟以草菅人命为代价，这宫里的人命贱如蝼蚁。只是皇上上这般心狠手辣，倒也给了我一个机会。容妃殿前失仪，毫无贵妃体统，今日定要重重责罚于你。
臣妾知罪，求皇上念在臣妾日夜苦练于登武，一心想博皇上欢心的份上，开恩啊！皇上息怒，容妃娘娘素来端庄守礼，今日之事绝非他意，定是有人暗中作祟，蓄意陷害，求皇上从轻发落。哦，你倒说说，他是如何遭人陷害？皇上请看，这舞裙的裂口处平滑整齐，若是跳舞时动作幅度过大，不慎撕裂，断不会是这般模样，定是有人事先用剪子剪开，只等娘娘跳舞时裂开，就是要让娘娘在宫宴上颜面尽失啊！果真如此，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动手脚！来喜，立刻派人彻查此事，从制衣局到荣安宫伺候的宫人一一严查，务必揪出幕后黑手，凌迟处死。奴才遵旨。容妃虽遭人陷害，但殿前事宜已是事实，难辞其咎。罚你在荣安宫抄诵佛经100遍，闭门思过，无朕指令，不得踏出荣安宫半步。谢皇上开恩，臣妾遵旨。你倒是观察入微，是个聪慧的。奴婢只是不忍娘娘蒙冤，略尽绵薄之力，全凭皇上明察秋毫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，让本宫在宫宴上丢尽脸面，本宫要你们何用？娘娘息怒，谢云亭那贱人故意在皇上面前出风头，舞裙坏了肯定跟他有关系，不如找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把他弄死，以解娘娘心头之恨。你这个蠢货，皇上前脚刚夸他聪慧，还替本宫解了围，本宫后脚就弄死他，岂不是坐实了恩将仇报？皇上若是追究起来，本宫还有活路吗？奴婢一时糊涂才口出狂言，求娘娘息怒，求娘娘息怒！本宫受辱之时，你躲在何处？这般蠢笨，连个医女都不如，让皇上把你一起处死算了。娘娘饶命，奴婢知错了。你现在就去盯着谢云归，他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要如实回报本宫。若是敢漏掉半点，本宫定扒了你的皮。奴婢遵旨，奴婢马上就去。今晚皇帝会去探望患病的玉妃，路过御花园是个好机会。而这字迹是姐姐。谢云归，这小贱人竟然买到皇上的行踪了，我这就回去告诉娘娘。一愿世间无冤屈横生，善恶皆有归处，山河万里皆安宁。二愿我大兴江山稳固，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无流离之苦。三愿皇上龙体康健，福寿绵长，无病无灾，安度岁岁年年。大胆谢云归！你一个区区医女，敢在御花园私放天灯，还口出狂言，肖想皇上，安的什么心？皇上不看了。不过是处心积虑想接近朕上位的宫女罢了，交给容妃处置吧。娘娘饶命，奴婢绝无肖想皇上之意。奴婢只是曾在皇上微服下江南时，隔着江水，远远见过皇上一面。那时皇上身着素衣，
却难掩天家威伟，身姿挺拔，气度不凡，一言一语皆有君王风范。那一眼便惊鸿入心，从此便默默记挂。奴婢自知身份卑微，不敢有半分非分之想。奴婢不求名分，不求恩宠，只求能在宫中远远见皇上一眼，护皇上平安顺利，便心满意足。今日放天灯许愿，字字句句全是一片真心。好一个巧舌如簧的贱婢，竟敢在本宫面前惺惺作态，还敢这般明目张胆觊觎皇上！今日本宫便替皇上好好教训你，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刘珠，给本宫掌他的嘴！住手！容妃，朕倒想问问，你身为贵妃，为何在御花园当众对一介医女动手，如此咄咄逼人？皇上明察，这谢云归根本不是真心祈福，途经御花园便特意在此放天灯博皇上关注。这纸团就是在他房间中搜出来的证据。连朕要去看玉妃都知道了，竟敢胆大包天买通朕身边之人，窥探朕的行踪。说，这消息是谁告诉你的？皇上明鉴，奴婢对皇上一片赤诚之心，从未想过攀附隆恩，也不敢买通任何人去打探皇上的行踪。这肯定是有人栽赃奴婢。这纸团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敢狡辩？不可能，我根本没见过什么纸团。本宫便当着皇上的面打开看看，让你死得心服口服，也看看这是皇上身边的哪个不长眼的奴才的笔迹。怎么会这样？容妃竟拿着一张白纸污蔑宫人。皇上恕罪，臣妾看身边的奴婢拿着纸团来说事儿，一个激动就没仔细检查，也是臣妾太着急，皇上身边出现歹人了。区区宫女搬弄是非，挑拨主上，竟敢欺瞒贵妃，拉下去，即刻处死！皇上饶命，娘娘饶命！娘娘是您让奴婢去盯梢谢云归，明明看见了上面明明有字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娘娘求您给奴婢说句话，你也亲眼看到的，求求您救救奴婢！御花园当众动粗，又受人蛊惑，纵容宫女如此放肆。臣妾知错了，但是不严重，暂饶你一次，即刻回荣安宫反省。娘娘救我！奴婢的姐姐刘月就是被娘娘处死的，奴婢若是死了，家中年迈的父母就无人照料了，求皇上开恩，求娘娘开恩啊！刘月，可是那日在荣安宫为朕按揉缓解头风的那个宫女，她竟被你处死了。回皇上，正是那宫女刘月恃宠而骄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打碎皇上赏赐给臣妾的青釉缠枝莲瓶，犯下大错，臣妾按宫规处置了。竟是如此，罢了，这个宫女便放她一条生路吧。念你家中尚有年迈父母无人赡养，饶你一命，即刻逐出皇宫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。退下。谢皇上开恩，谢皇上开恩！谢云归，你心思纯良，又聪慧机敏，今日遭人栽赃，受了委屈，朕念你对朕一片真心，封你为才人，赐居芳华殿，随朕回宫。皇上万万不可，奴婢出身低微，
只是一介乡野医女，无才无貌，如何配得上皇上的恩宠？更不敢与容妃娘娘争宠，求皇上收回成命。还是第一次有人拒绝朕的册封。云归妹妹，你不是崇敬皇上多年了吗？怎么得偿所愿，还怯懦羞涩起来了呢？皇上垂爱于你，便是你的福气。本宫身为贵妃，谈什么争不争的呢？自当与妹妹一同侍奉皇上。爱妃深明大义，端庄大度，甚得朕心。多谢皇上夸奖。你对朕倾心这么久，朕今晚就照你侍寝，如何，爱妃？这会不会太仓促了，皇上？奴婢臣妾还没有沐浴熏香。朕早就闻到了你身上的体香，可比熏香好闻多了。皇上，这还有人呢。谢云归，这个贱人，本宫定不会让你好过。皇上，云归，你的腰又软又细，朕怎么没早点发现你？云归这腰就是为皇上练的。那你日后岂不是要日日都缠在朕身边？皇上的隆恩，云归初次怕受不住呢。朕可以慢一些。谢才人接赏，皇上念才人昨夜侍奉用心，特赏赐东珠10颗，赤金首饰3套，锦缎50匹，望才人好生侍奉皇上。公公，这几匹蜀锦乃是宫中将供容妃娘娘的珍品，我身份低微，万万不敢收受，还请公公代为退回，莫要让我失了规矩，惹容妃娘娘不快。才人真是懂事知礼，心思通透，又顾全大局，难怪皇上这般宠爱。奴才记下了，这就替才人回禀皇上，才人安心歇息便是。娘娘，奴才打听清楚了，皇上把专供您的蜀锦赏给了谢才人，被谢才人退了回去，博了个懂事知礼的好名声。这谢云归果然是个有心计的，假意退锦，实则是在打本宫的脸。臣妾参见贵妃娘娘，娘娘金安。柔嫔，你怎么来了？臣妾自然是来为娘娘分忧解难的，就跟臣妾的父亲一直在娘娘的父亲左右协助一样。哦，你想怎么为本宫分忧解难？臣妾也听说了，那新晋的谢才人刚得恩宠就恃宠而骄，竟敢抢您的专属蜀锦，还在皇上面前装纯良。臣妾自然会想办法替娘娘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这后宫谁才是主子。瞧你这话说的也太严重了。哎，本宫帕子好像丢了。哎，算了，这四处都是泥土的地，这帕子丢哪儿，捡起来了都得脏了手。娘娘放心，臣妾自然不会让您脏了手。才人，不好了！奴婢方才看见容妃娘娘在御花园和柔嫔娘娘凑在一处说悄悄话。
慌什么？去把我放在药房里的那瓶药取过来。才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照做便是。容妃的狗腿子还真是多，解决了2个宫女，还有柔嫔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个一个来。我倒要看看，容妃的腿被一根根打断之后，还能靠什么活下去？容妃娘娘，臣妾特意前来，为娘娘献上续用的仙妖凝露丸，愿祝娘娘早日复宠。谢云归，你的目的都达成了，再假惺惺的来本宫面前献药，本宫剥了你的皮！臣妾出身平民百姓，无根无凭，怎敢与娘娘抗衡？娘娘家世显赫，父亲朝堂权势滔天，哥哥在外征战，战功赫赫。臣妾一心想依附娘娘，日后定全心全意为娘娘谋划，祝娘娘重夺圣宠，还求娘娘庇护。谢云归，你以为几句软话，一点小伎俩就能骗过本宫？前朝献药，后宫邀宠，你这般2面3刀的贱模样，也配投靠本宫？谢云归，你如今不过是个才人，竟穿如此艳丽的服饰，玉月宫规，目无尊卑。来人，把他这身不合规矩的衣服扒了！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赵嬷嬷伺候臣妾多年，忠心耿耿，从无半分差错，竟被谢才人一言不合就当街刺死，手段如此狠辣，视人命如草芥。求皇上严惩谢才人，替臣妾的嬷嬷抵命。谢云归，柔嫔所言可是属实？回皇上，是臣妾用簪子杀了赵嬷嬷。皇上，您都听见了，他亲口承认了。此等心狠手辣之人，留着必成大患。求皇上即刻将他处死，以正宫规，告为嬷嬷在天之灵。皇上，谢云归，你竟敢在皇上面前亵渎嬷嬷遗体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皇上，您看他这般放肆，绝不能轻饶。这是从赵嬷嬷袖中搜出的淬毒细针。方才在御花园，他奉柔嫔娘娘之命，上前便要扯臣妾衣物，实则是想趁乱对臣妾下杀手。若臣妾不先下手，此刻躺在地上的便是臣妾了。臣妾只想活着，常伴皇上左右，不敢枉死。柔嫔，你身边的嬷嬷为何会随身携带淬毒细针？她要对谢才人下杀手，是不是你授意的？皇上，臣妾不知，这不是臣妾的意思，是嬷嬷自己藏的，与臣妾无关啊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不知啊，定是这老奴自己心怀不轨，私下藏了毒针，想要加害谢才人的，求皇上明察，臣妾万万不敢做出这等忤逆犯上之事。柔嫔姐姐何必急着撇清关系？方才姐姐还在皇上面前哭诉，口口声声说赵嬷嬷对您忠心耿耿，情真意切，事事以您为先，对您言听计从。如今出了事，便说嬷嬷私自行事，与您毫无干系，这般前后矛盾，怕是难以服众吧。够了，柔嫔，你心思歹毒，搬弄是非，纵容下人携带毒针谋害嫔妃，事发后还狡辩推诿，毫无担当，实在不配居嫔位。传朕旨意，柔嫔降为才人。谢才人，你虽事出有因，但当众杀人触犯宫规，罚你前往皇家佛堂，随新晋佛门大师怀安一同诵经祈福1月，静心悔过。
臣妾叩谢皇上隆恩。想报仇，就要先改变自己，先叫声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是皇上心惊的谢才人吧？你在叫谁？当然是在叫你姐姐。深宫之中只有尊卑上下，哪有什么姐姐妹妹？你怕是认错人了。姐姐，你不认我？才人说笑了，本宫素来体弱，久居宫中静养，与才人并无交集，还请你离我远一些，莫要沾染了病气。他为什么不认我？你仔细查验这2种药是否有问题，有无暗藏毒素。回贵妃娘娘，微臣仔细查验，这2种药药材均合规制，并无剧毒，亦无伤身之物，还请贵妃娘娘放心。当真无毒？你再查仔细。微臣不敢欺瞒娘娘，此2药确实无毒。找个人来，先试用这2味药，观察3日，若无异常，再来回禀。回娘娘，奴婢试用仙妖凝露丸3日，并无任何不适，腰腹反倒愈发紧致。既然无毒无异常，那本宫便继续用。一定要尽快摄回仙妖，重夺圣宠，绝不能让谢云归那个贱人一直得意。是药的，杀了吧。娘饶命！娘饶命！娘！才人，奴婢打探到消息了，容妃回宫之后根本没停用药，还在偷偷服用仙妖凝露丸，涂抹冰心玉骨散呢。意料之中，他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。他对细妖的执念早已深入骨髓，更何况那药本就有瘾，他戒不掉了。才人，你被罚诵经刚结束，下次侍寝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。容妃那边今晚还等着皇上过去呢。不必等，皇上今晚一定会来。怎么会呢？皇上明明答应了玉妃娘娘，今晚去玉清宫的。才人，你怎么这么肯定呢？皇上摆驾玉清宫。才人，您看，皇上还是去玉妃娘娘那里了。皇上摆驾芳华殿，皇上驾到！来了，皇上又来了，真的来了！才人，您真是料事如神，太厉害了！看来我赌对了，今晚是凝露丸的副作用发作的最好时机，而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姐姐。如果玉妃真的是姐姐，她必然会想办法让皇上到我宫里来。等皇上来了，我只需要……小茹，你现在就去宫外走动，把皇上从玉净宫出来，直接来了我芳华殿的消息悄悄散播到荣安宫附近，越多人知道越好。啊？为什么啊？被容妃娘娘知道了，万一又出什么幺蛾子呢？听我的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云贵，你这妖真是让朕爱不释手。那皇上可不能松手，一松手，臣妾就要飞走了呢。你敢？皇上，您看臣妾敢不敢？皇上，不好了！容妃娘娘心口突然剧痛，喘不上气，难受的厉害，求皇上过去看看啊！传太医了吗？
太医们已经在路上了。云归，真得去一趟。容妃姐姐身子不适，您去看看也是应当的。你别怪朕。年少时，容妃曾为朕挡过一剑，心口留下陈年旧疾，每逢阴雨天或是心绪激动便会发作。朕必须过去看看。皇上以情义为重，臣妾明白。姐姐身体要紧，皇上快去吧，不必挂念臣妾。我们日子还很长呢。还是你最懂事。我知道皇帝今晚是回不来了，我没了的恩宠，但是容妃也别想有了。皇上，臣妾心口旧疾又犯了，疼得快要喘不上气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朕来了，别怕，朕陪着你，他也很快就到。皇上肯留下来陪臣妾，臣妾就算历史死了也心甘情愿。这些日子，臣妾日日思念皇上，特意为皇上练了一支软舞，就想博皇上一笑。陛下，8、7、6。圣上，臣妾的腰好看吗？好看。朕的爱妃最美。5、4、3、2、1。怪我，又怪我，救驾！不是的，这不是我的腰，皇上，你听臣妾解释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妖怪，有妖怪！传朕旨意，容妃身生异象，妖化祸主，乃祸国妖妃，即刻押往刑场，火刑，以火刑焚之以绝后患。奴才遵旨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不是妖物，臣妾只是生了怪病，是谢云贵要害了臣妾，求皇上看，饶臣妾一命啊！妖怪，真的是妖怪！放肆！妖妃还敢狡辩，拿下，即刻押走。皇上，这是能治好的，臣妾真的冤枉，是谢云贵害我。娘亲，大仇得报，您可以安息了。皇上，臣妾与皇上从小青梅竹马，臣妾是什么样的人，皇上心里最清楚。您为何不相信臣妾啊，皇上？小女冤枉，
求皇上饶小女一命。父亲，你终于来了。皇上，舍妹含冤，此乃奸人陷害，即刻停刑。父亲，哥哥，救我！我不想死。荣家势力庞大，看来容妃死不了了。父皇，母妃绝非妖妃，求父皇明察，停刑。周平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皇上，臣愿以边关兵马大权虎符为质，求皇上暂免舍妹死罪，容臣等带她回府医治。求皇上开恩，老臣父子二人愿以身家性命与朝堂战功担保。父亲，哥哥，荣家手握朝堂重权，边关战事未平，还需荣丞相坐镇中枢，荣将军领兵出征，天下安定远比一个失德妖妃重要的多。停刑！朕允准你们所请，暂免容妃死罪，即刻带离皇宫医治。但容妃嫌疑未乔，不得擅自离京，随时听候朕的传召。臣谢陛下隆恩。药，我的药，给我药！来人！快来人，给本宫取药！本宫的药要变粗了！紫兰，你清醒点儿，什么药？妹妹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药，我要烧药！你的药呢？臣等告退，回宫必彻查此事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容妃成了药瘾缠身的疯子，还能活着，不过是凭着娘家托底罢了。即使要对付整个荣家，荣子兰的命我也有底。带到。奴婢参见皇上。退下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谢云归，容妃所服用的仙妖凝玉丸，所涂抹的冰心玉骨散，皆是你亲手炼制。如今她身生异象，癫狂成瘾，此事到底与你有没有关系？皇上，您说什么？皇上明鉴，臣妾献给容妃姐姐的冰心玉骨散与仙妖凝露丸，确有药性峻烈、易成瘾的隐患。臣妾从未隐瞒过她。仙妖凝露丸本就规定2日1服，辅以冰心玉骨散温养，循序渐进，绝无大碍。可娘娘急于求成，不听劝阻，硬是1日3服，过量累积，才酿成今日异象。即便如此，这般凶险药物，你也不该带入宫中。你可知险些酿成祸乱？既然皇上认定此药凶险，认定臣妾居心叵测，那臣妾便自行了结，以证清白。住手！
疯了，朕没说定你的罪。罢了，朕信你。急于求成，确实是容妃自己的性子。来人，传太医为谢才人诊脉，看护好他。总算躲过一劫，可帝王不过也是薄情，纵使容妃与他有过命之情，也是说杀就杀。而容妃有整个家族撑腰，她迟早会回来找我报仇，这盘棋该布大些了。受邀，回丞相，将军，贵妃娘娘腰腹异象，乃是药物过量侵体所致，并非妖邪。外敷内服调理，黑肤毛发起码能消退大半。但娘娘长期过量服用，以药引深入骨髓，这饮症无药可解，只能靠她自己意志硬扛，熬过去便有转机，熬不过，怕是会癫狂终生。这怎会如此？母妃，你一定要撑住，女儿会一直陪着你。给我药，快给我药！母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不如就给药吧，至少能让她好受些。大公主三思，这种使人上瘾的药，越吃只会越上瘾，最后变得人不人，鬼不鬼。竟然，我若戒不断这药瘾，恢复不了容貌妖身，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我就是死，也不会栽在谢云归那个贱婢手里。我戒，哪怕疼死、熬死、爬着活，我也要把这药瘾断得干干净净。我要回到宫里，重获皇上的宠爱。我要亲手把谢云归身上的肉一点一点剐下来，给我赎罪。紫兰，你就一直在家待着，容家也断然不会亏待你，何必再回那吃人的后宫？为父会为你做主，容家会为你撑腰，你不必如此作践自己。是啊，妹妹，你何苦这样跟自己较劲？母妃，您别这样，您别下诏兵。我不疼，我这点痛跟家族荣耀比起来，分文不值。药瘾我断，腰身我练，容貌我养。呀，我要仙妖凝露丸，快给我凝露丸！母妃，不，我不要，我要挺过去。谢云贵，等我出去，我要剁了你！母妃的，你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！大夫说，只要坚持熬过3个月，以后就再也不会被这个上瘾的药折磨了。相信你母妃，这点挫折定能挺得过。皇上生辰大喜，臣妾愿献一支舞，为皇上贺寿，祝皇上龙体安康，万寿无疆。好，朕准了。云归献舞，朕必细细欣赏。来人，把桌子都撤了。
容妃，这才多久，竟是恢复如初了？不对，他绝不是会轻易认输的人。突然消失，定有诡计，我不能掉以轻心。这舞姿如此绝色，不输当年。云归这一出，堪比仙女下凡。云归妹妹着实为皇上的寿宴费了心思了呢。这个贱人又想抢我风头。结束了，不能让他先独占风头。二女同舞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原来是安排好的。谢云归，你可真是费尽心思。不然怎么要你的命？好一双绝色佳人。云归这凌空舞翩若惊鸿，宛若仙子下凡。传朕旨意，进谢才人为婕妤，赏赐黄金100两，锦缎100匹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老臣有一事启奏。小女容妃此前身染怪症，惊扰圣驾，有失贵妃本分，罪该万死。幸得天子庇佑，经3月调理，病症已彻底痊愈，再无异样。老臣教女无方，心中惶恐，特向皇上请罪，恳请皇上恩准老臣告老还乡，归隐田园，以赎前罪。容丞相何须如此？容妃只是偶染怪疾，如今既已痊愈，便是好事。你乃朝廷栋梁，朕倚重之人，天下未定，岂能准你告老？朕今日便下旨，恢复容妃贵妃之位，复位荣安宫，往后安心侍奉便是。容丞相这是以退为进，一番请罪，既给了皇上台阶，又重新把容妃拉回圣前，夺回注意力。容家根基深厚，这老丞相更是心思缜密，城府极深，果然不好对付。母妃，今日父皇的生辰宴原本计划好的，由母妃你来独占鳌头，结果风头全被谢云归那个贱人抢光了，您倒成了他的陪衬，女儿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急什么？一时的风光不算什么，笑到最后才是赢。女儿有个办法，一定能让谢云归身败名裂，让皇上厌弃他，让他再也抬不起头。哦，
妖怪，有妖怪，妖怪！云归，还是你懂事温柔，有你在，朕心安许多。能侍奉皇上，为皇上分忧，是臣妾的福气。明日来御书房陪朕吧，正好朕缺个研墨的。臣妾遵旨。皇上，宫外有人敲登门鼓，说要告御状。哦，告什么状？这奴才不敢说。皇上，朝堂宫外之事，臣妾不便听闻，先行告退。无妨，你一个后宫女子，听了也不懂，待着吧。臣妾遵命。来喜，快说，那人敲登门鼓，到底是有何冤屈？回皇上，敲鼓之人说他是谢婕妤的丈夫，说谢婕妤在家早已生过孩子，后来抛夫弃子，独自入京，混进宫中来伺候皇上的。皇上，臣妾冤枉。臣妾自幼与娘亲相依为命，从未婚配，更无子嗣，这是彻头彻尾的构陷，求皇上明察。来喜，带敲鼓之人进来。草民陈生叩见皇上，皇上为民做主啊！你方才所言，句句属实。草民乃寒门秀才，与谢云归早已3书6礼结发为妻。他嫌草民贫寒困苦，生下孩子后便执意和离，草民不肯，他便整日闭门倒腾药材，钻研受妖之术，对亲生骨肉不管不顾，连奶水都不肯喂，狠心抛下我们父子独自跑路。直到户部核查娘娘户籍，草民才知她竟入宫做了医女，还成了皇上的妃子。户部大公主的驸马正是五品户部主管，她因驸马身份终身无望晋升，定然是大公主暗中指使，找人来栽赃陷害我。皇上，臣妾根本不认识此人，臣妾近日得皇上垂爱，遭人嫉妒，才被歹人刻意构陷。更何况臣妾初次侍寝，是否贞洁之身，皇上亲眼所见，怎会是嫁过人的妇人？皇上，谢云归习得旁门左道之术，既能受妖塑身，亦可修复处子之身。他的喜好忌口，草民一清二楚。他喜食江南桂花糕，忌葱姜蒜，夜晚入睡必握一支银簪，这些旁人不知的习惯，草民全都知晓。大胆谢云归，竟敢欺君罔上！皇上，臣妾愿以死明志。敢问陈秀才，臣妾左腰之下有一颗红痣，是在身前还是身后？你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红痣，休要再次胡言乱语。此人竟识破了我的试探。皇上，他根本不知臣妾身上特征，这就是赤裸裸的诬陷，求皇上！皇上，孩子，我们苦命的孩子啊，因没了母亲喂养，自幼体弱多病。年前一场风寒便夭折了，他如此狠心歹毒，连亲生骨肉都能舍弃，不配留在皇上身边。够了，蛇蝎妇人，枉朕对你信任有加，你竟如此薄情寡义，欺瞒朕！来喜，奴才在。将谢云归打入天牢，严加看管，不准任何人探视，等候朕的发落。坐实我的罪名，皇上不会放过你；做不实，背后指使你的人也不会留你活口。
大公主容妃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妹妹，你总算走到这一步了。谢云归，死到临头，倒还能苦中作乐。牢中清静，不用看旁人脸色，自然舒心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偏偏踩着我荣家往上爬。我荣家手握朝堂重权，边关兵权，皇上就算忌惮，也绝不会舍弃荣家。无论你如何栽赃陷害，我都能完好无损的回宫。你呢，这辈子都别想走出这大牢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侍寝了？皇上再次见到你，是不是一闭眼就想起你腰腹漆黑张猛，丑陋如妖的模样？谢云归，你找死！你如今圣宠不在，再无身孕可能，这辈子也就只有大公主这一个孩子了。容妃娘娘，你可要把自己这辈子唯一的依靠好好守着。给本宫掌嘴，狠狠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嘴硬的下场。贵妃娘娘不好了，大公主出事了，公主出宫游玩被歹人掳走，清白已毁。你说什么？一定是你，是你害了我的昭嫔，谢云归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荣子兰，这只是开始。驸马，做什么慌慌张张进宫？你手里拿的皇上，不知何方贼子掳走公主，还将此物送至公主府门口来折辱公主，恳请陛下下令全城搜查，救回公主，严惩歹人。皇上，公主乃皇室金枝玉叶，既已遭此不测，清白尽毁。若大张旗鼓追查，势必传遍天下，皇室颜面扫地，遭万民耻笑。依臣妾之见，不宜声张，暗中派人秘密寻访即可。皇后所言极是，就按皇后说的办。皇上，是谢云归，一定是谢云归做的。他在天牢里诅咒臣妾，让臣妾守好女儿。转眼昭嫔就出事了，求皇上立刻处死谢云归。够了！谢云归出身江南小户，无党无派，身陷天牢，何来本事掳走公主？此事与他无关，休要再提。皇上，臣妾没有说谎。谢云归在天牢里亲口诅咒臣妾，让臣妾好好守着唯一的孩子。这话刚说完，昭嫔就出事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一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同伙做的，求皇上明察。来喜，传谢云归。奴才遵旨。他怎么伤成这样？谢云归，你快说，你把大公主藏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你指使歹人掳走公主？容妃娘娘，您在说什么？大公主怎么了？臣妾身在天牢，怎么会知道公主的下落？你还敢狡辩？定是你怀恨在心，暗中下手报复。娘娘说笑了，臣妾与大公主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她？倒是娘娘，莫非您知道大公主曾在何时害过臣妾，所以才这般怕她遭人报复？够了，驸马，朕已命暗卫全城秘密搜寻公主下落，
你先回府等候消息，不得声张。微臣遵旨。云贵，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臣妾在牢中，日夜牵挂皇上的头风旧疾，便对着天窗为皇上祈福，许是声音大了些，惊扰了狱卒，才挨了几下责罚，不碍事的。大胆狱卒，竟敢对朕的人如此动手！来喜，即刻去查，严惩不贷。皇上，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。谢云归她早已嫁人生子，秽乱宫闱，欺君罔上，根本不配侍奉在皇上身边。依臣妾之见，立刻将她送去青玉观，出家做姑子，以正宫规。贵妃所言有理，谢氏身世不清，有损皇家清望，送往道观静养最为妥当。罢了，就按云贵，你怎么了？快，传太医，立刻传太医！回皇上，谢婕妤确有身孕，已近2个月。2个月，当真？好好护着她，不得有半点差池。去找宫中最资深、最严的老年医女来仔细查验，她到底有没有生过孩子的痕迹。微臣遵旨。回皇上，老奴仔细查验过，谢婕妤娘娘肌肤紧致，骨相未变，并无生产、孕育过子嗣的异象，却是完璧生子之身。好，太好了！传朕旨意，晋谢云归为云嫔，赏赐黄金100两，东珠20颗，锦缎200匹，不得有误。奴才遵旨。云归，是朕错怪了你。差不多了，让他们把人放了吧。周平，我的儿！周平！母妃，我好怕，他们好凶，为什么不是大舅舅来救我？我要大舅舅把他们都杀了。你出事的前一天，你大舅舅就被皇上下旨派遣边关出征了，根本赶不回来。你大舅舅若是在京城，你也不至于。是谢云远，一定是谢云飞在报复我，是他害我。现在父皇就只有我一个子嗣，等我做了女帝，我一定把谢云飞，把所有欺负我们的人全都杀光，一个不留。公主，住口！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从古至今就没有女子继承皇位的先例，更何况云嫔已经怀有龙翼，皇上很快就会有新的子嗣了。云嫔？什么云嫔？就是谢云归，皇上刚下旨晋她为云嫔，她怀了龙种。什么？昭平受辱，名节尽毁。
荣家储位之路已断，如今唯一出路是你尽快复宠侍寝，再设法除掉谢云归腹中孽种。哼！父亲放心，圣宠于子嗣，我荣子兰想要的，从没有得不到的。谢云归不过是一时得势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这是哀情伞，可引皇上念起旧情，祝你早日复宠侍寝。这包是落胎伞，药性烈，无痕迹，务必做得干净。谢云归精通医术，万不可大意。这后宫有荣家女在，还轮不到一个乡野医女来撒野。3日之内，我会让她胎死腹中，一尸两命。贵妃娘娘，求您放过我的家人。云嫔娘娘待我宽厚，我不能害她。宽厚值几条性命？这宫里的规矩，是生是死，都在本宫的手里。哼！3日之内胎不堕，你何府上下尽数陪葬。你没得选，要么他死，要么你全家死。娘娘，记住，别耍小聪明，你玩不起。恭喜云嫔娘娘，贺喜云嫔娘娘。娘娘身怀龙翼，福泽深厚。知道了，起身吧。娘娘，小厨房特意给您备下的糕点，您尝尝。去备轿，去皇家佛堂，你跟着就行了，其他人不用了。是，娘娘。手段真低劣。是，谢谢姐姐。哦，你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，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，只是碰巧目标一致而已。这糕点被人下了药，是烈性落胎药，服下即刻流产，且会伤及根本，终生再难有孕。幸好你早发现，可就算你保下这一胎，只要容妃活着，你和孩子永无宁日。谁说我要这孩子生下来了？这孩子从一开始就是我复仇的棋子。娘娘，不要吃！求您把糕点吐出来！奴婢错了，奴婢错了，奴婢真的知道错了，奴婢不想害您。您待奴婢那么好，可容妃娘娘抓了奴婢全家老小，她说3日之内您不流产，就杀了我爹娘，杀我弟弟。奴婢也是被逼的。
当然知道你是被逼的，但这宫里从没有万事两难全。你想认错，想赎清罪孽，就要有认错的样子。娘娘，是奴婢的错，你想让奴婢怎么做，奴婢都听您的。用你这条命换本宫一个绝地翻盘的机会。奴婢懂了，奴婢以命赎罪。那是我亲手斩断骨肉，决绝复仇的印记。这一局，我赢定了。傻丫头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快去传太医！是，奴婢马上去。皇上，臣妾的孩子，我的孩子还好吗？云贵，对不住，是朕没保护好你和皇嗣，孩子没保住。不可能，臣妾还能感觉到他在动的，那是臣妾的骨肉啊！云贵，朕会补偿你，朕封你做云嫔，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臣妾不求名分，臣妾只想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没的。回皇上，这糕点里被下了烈性落胎毒，药性猛烈，半口便能让孕者小产，幸好云嫔娘娘吃得少。娘娘吃的剂量极少，才保住性命。要是再多吃一点，恐怕终身再难有孕。到底是谁竟敢毒害朕的皇嗣，残害朕的嫔妃？查，给朕彻查到底，不管牵扯到谁，一律凌迟处死诛九族。皇上，不用查了，是奴婢在糕点里下了毒，是奴婢害了云嫔娘娘，害了皇嗣。大胆奴婢，你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毒害皇嗣，加害嫔妃！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？皇上明鉴，奴婢不敢欺瞒，这落胎药是容妃娘娘给奴婢的。贱婢，你竟敢血口喷人！奴婢身份低微，无权无势，穷尽一生也弄不到这般宫中禁药啊！娘娘她还抓了奴婢的爹娘与年幼弟弟，以我全家老小的性命要挟，逼迫奴婢，逼奴婢必须在3日时间让云嫔娘娘小产。若是不从，便要我何府陪葬啊！皇上，臣妾本是江南一介卑微医女，承蒙皇上垂爱，才有今日。臣妾从未想过与任何人争宠，更不敢冒犯容妃娘娘半分。可娘娘为何如此容不下臣妾，容不下臣妾腹中这无辜的皇嗣啊！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这贱婢满口胡言，臣妾根本不认识她，更从未给过她什么毒药。皇上，是她畏罪栽赃陷害臣妾啊！求皇上明察，求皇上明察！奴婢绝无半句虚言，愿以死明证。小茹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娘娘，求您一定要保住奴婢的家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奴婢
奴婢只能用这条命换家人平安。容妃娘娘，你看清楚，这世上有谁会拿自己的性命来诬陷一个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？他若不是被逼到绝路，怎会以死证清白？皇上，臣妾是清白的，臣妾从未要挟过他，更没有给过他毒药啊！够了，容妃，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，满口狡辩，谋害皇嗣，罪不容诛。念在荣将军前线征战有功，即日起，容妃降为容嫔，禁足1年，闭门抄写佛经万遍，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皇上，臣妾才刚回宫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皇上，请您明察。来人，将容嫔带回荣安宫，严加看管。小茹，你放心，你的家人我定会护周全。娘娘，云嫔娘娘在外求见。她踩着本宫上位，还敢来耀武扬威？让她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她要做些什么。倒是稀客，不过你不是刚没了孩子吗？身子还没好，不在自己宫里养着，来本宫这冷院子做什么？看本宫笑话？姐姐禁足多日，一心抄经悔过，臣妾只是好奇，姐姐日日抄录，可曾悟到半分慈悲？本宫的修行轮得到你一个乡野医女智慧？这里是荣安宫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来人，把他给本宫赶出去！荣子兰，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步步紧逼，一定要与你为敌吗？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不就是看中皇上的宠爱，想踩着本宫往上爬吗？谢云贵，你出身低贱，无家族仪仗，你拿什么跟本宫争？拿你那点狐媚手段吗？那都是本宫早都已经玩剩下的了。哼，我与你为敌，从不是为了争宠。所谓帝王恩宠，到最后都是色衰而爱弛。你真的以为你可以一辈子都待在那个男人身边吗？谢姑娘的嘴还真是甜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，谢云贵？荣子兰，你忘了吗？你当年为受邀附宠，在这荣安宫内打死逼死的医者医女数不胜数，他们医术高超，救活过无数百姓，却被你肆意羞辱，枉送性命。你手上沾的全是无辜医者的血。原来你是为了那些贱民来找本宫报仇的，真是乐死本宫了。江南第一医女谢玉娘，她带着塑形经络图入宫，只为替你受邀。你眼盲心瞎，将经络图认作春宫图，将她处以木驴之刑，惨死在这荣安宫内，死不瞑目。荣子兰，你做过的恶，总有人替得清清楚楚。不过是些市井医女，贱命一条，死便死了，也值得本宫记在心上。他们那一条烂命能死在本宫手里，是他们的荣幸。谢云贵，你敢跟本宫动手？我想打这一巴掌已经很久了，荣子兰。你一个贱民的女儿，竟然也敢以下犯上，跟本宫动手！你是嫔位，我也是嫔位，我打你，算不上以下犯上。蠢货！荣子兰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会让你一点一点尝遍我娘当年受过的苦，是全部。
谢云贵，我要让你和你那死鬼娘一起下地狱，千刀万剐！来人，来人！亲手把纸条交给皇后娘娘，出一点差错，本宫要了你的命。是，娘娘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荣嫔倒是会享清闲，禁足在这荣安宫，连中宫晨昏定穴的规矩都忘干净，真是好大的架子。臣妾知错，臣妾深受皇罚，闭门思过，不敢擅自出宫，因此未能前去给娘娘请安，请娘娘降罪。罢了，既然是思过，便起来吧。既知思过，就安分些，没什么大事，就别叫本宫来你这里。娘娘明鉴，臣妾并非撒野，实在是谢云贵欺人太甚。她无子嗣，无家世，无靠山，仅凭一次怀孕，一次小产，博取皇上怜悯，一跃风频，就开始恃宠而骄，嚣张跋扈，欺辱他人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云嫔年轻，貌美又细腰，得宠后嚣张些也是寻常。本宫身为皇后，统领6宫，何须与一个嫔妃计较？你说是不是啊，荣嫔？皇后娘娘，您还不明白吗？若再让她独宠下去，再度怀孕是迟早之事。万一她诞下皇长子，皇后娘娘，您的中宫之位怕是不稳啊。娘娘，臣妾有一计，皇上对谢云怪的恩宠也就是一时的，您可借选秀之名送些细腰美人入宫，帝王还是要雨露均沾些才好。娘娘您觉得呢？选秀乃是惯例，本宫自会打理。你安心抄你的经，尽心尽力就好。来喜，传秀女入殿。皇上有旨，宣秀女觐见。你上前一步。荣宁，年17，荣大学士独女，正七品大学士嫡女。赏赤金100两，锦缎50匹，东珠5颗，赐居云锦阁。谢陛下恩典。剩下的秀女，由皇后自行甄选安置。记住，只要细腰。臣妾定按皇上心意挑选，不负所托。恭喜皇上，喜得佳人。荣宁，荣子兰的亲侄女，荣家这是急了，这么着急往皇上身边安插棋子，助荣嫔东山再起。好一个荣子兰，竟敢利用本宫，给他荣家送来的贱丫头铺路！娘娘息怒，保重凤体。哼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立刻带人去云锦阁，给我死死盯住荣宁，她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、吃穿用度、侍寝时辰，全部一字不差禀报给谢云归。娘娘是想借云嫔的手对付荣嫔，奴婢马上就去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娘娘，荣宁姑娘册封为宁婕妤，今晚便在云锦阁侍寝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这宫女像是皇后的人，想让我去跟新人斗，我可没那么蠢。皇后。你疯了！你
你也想落得和他一样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吗？我知道，可现在皇后都在暗中推我一把，我若不主动出击，等荣子兰缓过劲儿，就更难对付了。那也不必如此急躁，你如今有圣宠，慢慢布局，一步一步来，不好吗？何必拿自己的命赌？这酸梅，你又怀孕了？是，这一次我不能再失去这个孩子了。我要在他出生之前，把所有仇人清算干净，不然他只会成为我的软肋。好，我们加快速度，早日了结这一切。记得让太医保密我怀孕的事。来人，快来人！云嫔晕倒了，快去通禀皇上！云贵，你终于醒了。臣妾没事，就是身子有点软，耽误皇上今晚去陪宁剑玉妹妹了。都怪臣妾不争气，偏偏这个时候晕倒。傻瓜，朕的爱妃都病倒了，朕哪里还有心思去旁人哪里？今晚朕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你，守着你，云贵。皇上，太医说了，云嫔是因为上次的毒性残留，并无大碍，好好休息便是。朕知道了。这里有陛下在，臣妾就先行告退了。姑母，皇上本来翻了我的牌子，我都书写好了，可谢云贵一晕倒，皇上立刻就奔他那里去了，根本没来看我一眼。没用的东西，白长了一副细腰好皮囊，连皇上都留不住。哭就知道哭，哭能把皇上哭过来吗？姑母，我也不想的，我也想讨皇上开心。自己回去想办法，用你的容貌、你的细腰去勾住皇上。再来本宫这里哭哭啼啼，本宫必叫你父亲来收拾你。滚！是，姑母，我知道了，千万别叫父亲来。都怪那个云嫔，要不是她，皇上今晚就是我的了。她凭什么抢我的恩宠？我一定要让她好看。姐姐，好巧呀，你也来赏花了。妹妹自便吧，我近日身子不适，主意乏力，想先回宫歇息。你不也是个狐妹子，在给我装什么好人？你放太医，他到底怎么样？皇上，宁洁妃中的是毒风，这毒已入肌骨，容貌尽毁，想要恢复原貌，只能慢慢调理。一群废物！容嫔娘娘听闻宁洁于遭难，恳请皇上解除禁足，前来探望照料。是他家的侄女，准了吧？皇
皇上，臣妾可怜侄女年幼无知，求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，还宁儿一个公道。皇上，臣有要事禀报。御花园素来无此等毒蜂，寻常蜜蜂更不会无端袭人，除非有人在婕妤身上涂抹了蜜蜂极爱之物，比如浓蜜糖、浓香仙瓣。你这几日可有接触过什么人？皇上，臣妾今日一整天只在御花园遇见了云嫔姐姐，除此之外没见过别人，也没碰过奇怪的东西。皇上，臣妾清白，愿接受搜供，以证清白。去搜云嫔的芳华殿。皇上，芳华殿内搜出大量蜜糖罐子，分藏在药柜、床底、妆台暗格。谢允归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竟然真的用如此阴毒手段残害嫔妃！皇上，这些蜜过不能作为证据，臣妾是被诬陷的。诬陷！皇上，宁婕妤年幼娇憨，已然毁容。试问这世上，哪个女人会拿自己的容貌性命来诬陷别人？谢允归，朕对你百般宠爱，掏心掏肺，信任至极。原来你所有的温柔懂事，所有的一片真心，全都是装出来的。你和后宫那些争风吃醋、阴险歹毒的女人根本没有两样。皇上，臣妾从未做过半点亏心事。您若不信，尽管打开这些蜜罐，一看便知。好，朕遂你的愿，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来人，开罐！怎么是这些？皇上，这些是臣妾亲手晾晒、亲手炮制的古方，专门缓解您的头风顽疾。蜜过密闭防潮，能锁药力，更易久存。臣妾日夜惦记着您的救急，一心想为您减轻痛苦，却没想到，在皇上眼里，臣妾的心意竟是害人的毒物。皇上，就算是药材，也不能证明他清白，一定是他早算到会被搜查，故意调换的。皇上，臣妾途经御花园偏离，抓到这位宫女鬼鬼祟祟藏匿蜜渣花瓣，她身上甜香异于常人，十分可疑，特带来请您审问。你是谁？身上为何有如此浓重的香甜味儿？奴婢名叫子夏，奴婢不知道什么香甜味。再不说实话，拖下去乱棍打死！皇上饶命，奴婢说是宁婕妤嫉妒云嫔娘娘得宠，让奴婢收集蜜糖与鲜花瓣，捣成香泥涂在她衣裙、发间、袖口。她说只要被毒蜂蛰伤毁容，再栽赃给云嫔，皇上就会厌弃她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是他诬陷我，是他胡说。姑婆，救我，快救我呀！我是荣家的女儿啊，是你让我对付云嫔的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竟然是你，荣嫔！朕将你禁足，你竟然还不安分，唆使自己的侄女，让她用毁容来诬陷朕的嫔妃。皇上，臣妾没有，宁儿年幼无知，她胡说八道。是她胡说八道，还是你做贼心虚？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。荣家世代忠良，臣妾的兄长还在前线浴血奋战，求皇上看在家国军功份上，饶臣妾和荣宁这一次。够了！你们荣家仗着军功插手后宫，栽赃构陷，谋害嫔妃和皇嗣，真以为朕不敢动你们荣家吗？来人，将宁婕妤打入冷宫！皇上，我错了，姑婆救我！皇上，荣家对大庸忠心耿耿，您不能这么绝情！你还有脸提忠心？皇上，嘉靖军报，边关大败，荣将军所率大军无粮应战，全军溃败，已丢3座城池。什么？3座？外加御书房，传3司立刻觐见。
姐姐，荣家粮草被断，是你做的对不对？荣家把持粮草漕运多年，贪腐、克扣、虚报、通敌，这些证据我搜集了整整7年。我只是一直在等一个时机，一个能让他们一击致命、重见天日的时机。是你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你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把荣家逼到绝境，给了这些证据最好的归宿。那些饱受荣家压迫剥削的百姓也得以安生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荣氏父子把持朝政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致使民怨沸腾，克扣边关军饷，陷三军于险境，结党营私，祸乱朝纲，罪证昭彰，判家产超没，斩立决。荣嫔荣子兰生性善妒，弄权后宫，屡次谋害皇嗣，残害宫人，失德失仪，祸乱宫闱，即刻褫夺所有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复出。大公主昭嫔德行有亏，秽乱宫闱，有损皇室清誉，即刻与驸马和离，遣送青玉观出家，带发修行，终生不得踏出冠门一步。钦此。皇上，微臣镇守边关多年，出生入死啊！您不能杀我！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，求皇上饶命！念在臣妾侍奉您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压下去。荣嫔，你可知罪？不要，谢云贵！皇上只是让我进冷宫，你敢羞辱我？你不能滥用私刑！我是朝廷嫔妃，你无权这么对我！这东西当年不是你亲自下令用在我娘亲身上的吗？伺候容妃娘娘，让她好好体验体验自己的杰作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亲，大仇得报，您可以安息了。荣家已倒，真正害我娘惨死的人还活着，我还得继续在这深宫筹谋。皇上，臣妾改良了调理头风的旧方，药性更温和，特亲自研磨熬煮，前来伺候您服药。还是云归最细心体贴，连药温都调得恰到好处。朕心甚慰。皇上不可，臣妾腹中怀有龙嗣，恐经不起惊扰。你说什么？你又有身孕了？臣妾日前诊出喜脉，怕龙胎不稳，未曾贸然禀报。哈哈哈，好，这次后宫清静了，一定要好好保护好龙嗣，千万不能再出任何闪失。怀了龙嗣，这腰身还这般勾人。皇上，臣妾伺候要安心养胎，恐怕数月之内不能常伴圣驾侍奉左右了。朕知晓，你只管安心静养，龙嗣为重。臣妾虽不能日日伴驾，却会每日亲自盯着药房煎药。皇上放心，云嫔娘娘吉人天相，定会母子平安的。朕
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云嫔娘娘顺利诞下一位小皇子，母子平安，皇子哭声洪亮，身康体健，身康体健。好，朕的皇子，朕的皇儿，这可是朕的第一个皇子，快，朕瞧瞧。皇上，陛下，快传太医，传最好的太医。他们起来了。来了。云贵，朕头好疼，朕的身子为何动不了？皇上不必挣扎了，你这不是头风犯了，是中了毒。毒？什么毒？谁敢给朕下毒？是我，你每日喝的头风汤药，我都加了料，日积月累，循序渐进。今日皇子降生，料力爆发，你自然会倒。为什么？朕待你不薄，封你为嫔，宠你信你，还要立你为皇贵妃，你为何要如此对朕？因为你欠我们的太多了。玉妃，你们……我不姓乔，我乃镇国大将军秦苍之女。当年我父镇守边关，为国平乱，浴血沙场。你身为帝王，却在朝堂搬弄是非，污蔑他通敌造反。我父战死，秦家满门被株连九族，男女老幼尽数被你斩杀。若不是我父亲将我藏在农家户中，我早已成了刀下亡魂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秦家只有一子，朕当年亲眼看着他被。秦家从未有过女儿。陛下当然不知道，我自小女扮男装，以秦家公子之名活在世间。那次边关平乱，我偷偷混进军营，才亲眼看见你如何构陷我秦家。你杀的是我把门亲人。你们好狠的心呐！谢云贵，那你我娘谢玉娘，江南医女，只为给你宠妃受邀，却被容妃冤杀，惨死木驴之下。我入宫本就是为了报仇。你们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先皇驾崩，传位于皇长子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先皇遗旨，尊谢云归为仁寿皇太后，居长乐宫，掌东宫喜朔；尊玉妃为昭慎皇太后，居玉清宫。两宫太后同心辅政，垂帘听政，总理朝政，福保新君，安定天下。臣等参见两宫太后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